中國圖得西學之皮毛，鍾祖康。從中國幾百年來的發展可以看到，要幫助中國是極其困难的，但要殘害中國卻是非常容易。因為中國人看來有一種極其顽強的民族性，就是凡是具有驚人的化神奇為腐朽，披金剪砂，點金成鐵，入寶山撿破爛的本事。比如說，你叫中國人保護自然環境，尊重人權，貫徹宗教自由，推行民主政治，講公德、誠實等等美德，真是比登天還難。而且倡議者還隨時會有殺身之禍。儘管這些美德足以把中國變成人間天堂，但相反，你要是叫中國人濫伐樹木、污染河流、販賣假貨、弄虛作假、言不由衷、貪贓枉法、寡廉鮮恥、奴役人民，真是完全不費吹灰之力，因這正正就是他的本能。儘管這些惡行足以把中國變成人間地獄，雖然中國人已經傾力對外人隱瞞，但其厭惡美德、沉迷惡習的民族性還是引起洋人的關注。幾百年來，無數洋人傳教士刻苦學習異常困難，而且當時在國際間毫無用處的漢語，甚至刻意下苦功鑽研絕非傳教士分內事的自然科學，以投其所好，令目中無人但又膚淺和講求實力的中國人因稱其道妙而盡窺西方文化之偉大。著名的19世紀德國新教傳教士华之安就是无数苦心孤诣一心将沉淪的中國人挽回正途的洋人之一。华之安獨特之處是，他不但比絕大部分中國人更加了解中國，而且多以文言文的漢語寫作，寫了多本中文書，實行文字傳教，以優秀的中文向中國人講解基督的大義和對比西方基督文化和中國儒教文化之一優一劣。其中於1884年出版的《自西促東》一書，就是一本比較中國文明和基督文明的經典巨著。此書當時甚受關注，從1888年到1911年間多次再版，共發行了54000冊，是上海廣學會發行量最大的書籍之一。华之安在書中情辭懇切，苦諫中國人改邪歸正，擺脫儒家文明對中國之禍害，迎接基督新教，字字振聾發聵。正如作者開宗明義說，多直言不諱，絕無浮談，以警醒中國之人。在此僅略舉其中對中國之僅論數端，以見洋人對中國了解之深，關愛之切。中國人在這等聰慧洋人眼中是完全無所遁形的。中國人好奢好假，導致貧窮。华之安首論在中國鋪天蓋地的窮民，以觀中國，其窮之流為乞丐者，或則飲淚呼群，或則扶老攜幼，或則匍匐街邊，貧乎施捨，或則好騎路上，屢患舊疾，甚或手持蛇蠍，故作驚人，脂粉面塗，將男扮女，種種醜態不堪言狀。夫以都城省會僅有此輩，悉以是寺院之觀瞻，豈不以外鄰之訕笑乎？今天的巍巍神州、奧運強國、世界工廠，不仍然是這副德行與尊榮？华之安再從中國之窮了解中國滿天的神佛與術數。況夫民之窮，更有非此可計者。既如中國秀士之窮，藝術不少，蓋遊戲文章既見以售錢，故往往流為風水、星象、命卜，以列令侍臣，終日營營役役。要能精心讀書，處為他日國家之大用。但中國何以窮得那麼厲害？华之安認為，說者僅以中國多窮民，委之與地窮，謂中國不及西國之地之富，不知此乃愚人之見。中國土地實能富於西國，蓋中華地土縞廋，萬物易於生長。若西國則土地寒冷，生物艱難，而究之西國竟能致富，然則中西國政之善不善，必能辨之者矣。夫中國至窮之故，亦由於好色，亦由於好假，常費財以作虛假之事。
如世上之仇神交、演戲及打齋亂鬥，與夫一切虛假之事，皆費錢財，此至窮之道也。至於游手好閒之輩，中國不勝其數，焉得而不窮哉？而且為商者，貨物多受於偽，逞奸詐而忘信義，所以貨物難以流通。然則中國人之至窮，豈非原無仁義禮智信也？中國刑罰慘難言狀。對於慘絕人寰的中國刑罰，華之安說：審訊、強用拷打、逼人招認，如寧耳、賈貴、火烙，故常有杖不數旬而斃於堂下。而彼良民生平未慣受此痛楚，神魂飛躍，不得已勉強招認。官府亦以為既已俯首無辭，斷非冤獄，良足悲矣。國家雖屢招文官及左二五官，不得輕用酷刑，為還視為具文，真是視民命如草芥矣。或曰：華人性情狡詐，不用嚴刑則不招認，亦無畏懼，不同西人秉性忠直，切知廉恥，可以用輕刑也。余曰：西人強壯好動，比較華人柔弱好靜，更為難治。然而西人可用輕刑，而華人不可，其故安在？蓋太息以耶穌聖教化民，故人皆以禮儀廉恥為上，而豈敢肆然犯法乎？雖下民犯罪，亦當用刑，而必以仁愛行之。華之安不僅批評中國的瘋狂刑罰，也極富慈悲之心，鞭撻非人的中國式牢獄。今察中國辦理獄囚，甚為酷虐，其弊不可勝言，罪名無論大小，概行濫盡。甚且有因微生薄鉛，亦被日久既留。更及監牢而論，高牆密禁，風氣不通，苦事嚴窘，目光無睹，故以慘難言狀。且地勢潮濕，多聚蚊蟲，土內藏骸，實行晦氣，鬚髮垢鹽，身衣無從換着，以致物惡難積，利益繁生，竟不免有奄奄一息者。況獄官禁足，刻薄囚犯，尤為可惡，秀糧減銷，粗糲亦屬殘餐，蔬菜無非腐爛，一粥常何以餿水，茶湯凍何以冷泉？欲虐待如是，豈不死於獄中者幾希矣？然猶不特此也。最可慮者，牢頭所詐不遂而凌虐肆行，或仇家賄賂而奸謀陷害，與府衙派無錢，孝敬不道者，同出一轍；亦或事情明白，幸而釋放，而亦才藝續捐，謀生無數，勢必致再倒前非，腹背俱盡。中國人視物為重，視人為輕。對於中國人之好戰與內鬥，華之安說：盜賊內訌，豪族械鬥，中國較多於外國，無一年無之。皆有在人上之人不善於調處，或因勒索民財，以致逼民生變。方今泰西諸國戰爭之事雖不盡免，然其法律嚴明，不尚詭譎，既以足爾興師，非彼野獸之徒相撲視，必先諭之以禮。從未有如白起之坑趙族，項羽之虜秦兵，動者傷殘數十萬者也。對於有人譴責西方以殖民主義侵凌中國，華之安也不亢不卑地指出，許多中國領土也不是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的。譯者動以英國占香港，西洋占澳門，以為貪人之地。豈知玉璧土地，中國亦有明證。是思台灣、西藏及新疆等處，自古原屬外邦。及台灣而論，明朝時有華人來往，而仍未入中國版圖。作者力斥中國統治者草菅人命之餘，也留意到中國人一般也慣於虐殺動物，或鬥雞走狗，皆為快樂之常；或捕蟋蟀，把鵪鶉，借作求財之具。甚有驅鳥則剝卵擊巢，魚而遺靡種類，所得無多，所害甚大。至於噬骨屠家，販賣牲畜，更為酷烈，或負四足而肩挑，
或既一徑而手拽，且大聲恫嚇，任意鞭撻，主烹之時，百般挫折，遲遲其死，令其哀號之聲驚動天地。若乃奢侈之徒，口服石炭，常飲一卵之甘，多殺眾生之命，如熊掌、猩蛇之類，慘不勝言。臣問其他哉？對於中國人壓迫婦女不遺餘力的陋習，作者一語道破，乃中國風俗性情，視物為重，視人為輕。所生牛、羊、犬、士，或生有子，則不肯輕棄；至於生女，凡忍逆之。緣其利欲熏心，故倒行逆施至如此耳。是思人雖無母，子女成長，即是人之母。以此推之，則子女之不可強害，教然可篤矣。中國人之極端狡詐，當然逃不過作者的巨言。總之，錢財到手，理屈亦殊無妨，其詭詐實多端矣。事猶如此，農欲可知。更有商人蠱客，借貿易為生涯，長私壟斷，每上詐魚。更以廣東醫生而論，與人治病，先懷牟利之心，有等病本輕，而詭言難治，故人言診則假裝盲樣，縱清閒無事，亦必持之又久，其吏治甚為卑鄙。至於街頭賣藥，尤為一等之下流，一味詐污，至若百工技藝，按日計工，似無數可施其尾，而不知詐偽之心，尤為出人意外。是更有等立心叵測之徒，行為陰險之輩，令人不知其詐偽。當起初交相籌作，意似甚為謙恭，而一入其籠絡，必致受其陷害而不知。由是上下相蒙，國事必致憤壞而不可復救。今試問中國在朝之臣僚，忠誠無為者幾人乎？在野之士庶，誠篤無詐者又幾人乎？可見華之安提到的種種中國病症及其所發出的疑問，即使用於今天的中國大陸，絕大部分還是適用的。中國人學西法，走邪學歪，但何以西方國家發展蒸蒸日上，而中國卻變成道德淪喪、貧富兩極、萬馬齊喑的人間地獄呢？為什麼雖然中國原本許多條件比西方優勝，卻無法推行西方的善法呢？華之安苦思冥想，還是將之歸結為宗教因素。雖國家錄取人員，故習其有才能學問，但居心之真偽，君上要得而見之。唯能謙心事上帝之人，必依理而行，無面從指為之態，而任之定無負國家矣。他以中國搞得一塌糊塗的稅制為例，今試言其稅法之最善，如英、美、德三國，彼皆從耶穌教之國也。雖耶穌非應官進之任，非操稅場之權，似與關稅毫不相干，而目其化者，無論官身士庶，咸之務役，而無假公濟私之心。泰西人士亦或有持乎外假之源，而偶為詐偽者，但較之中國，不至如是之甚。良以上帝之心為心，而不至失其真也。作者嘆息，中國人亦有明目而警悟、勤勉而學西國之學者，但學問失其要，徒得西學之皮毛，而不得西學精深之理。雖學亦無深業耳。此無根本之學，依優寄生之術之暫時好看，日久必害其術。中國欲求西國之美好者，須知其從根本而出，其理與何而得乎？非從耶穌道理，何以至此乎？按此，從晚清的西學為用到中共的科技興國，西學之皮毛而已。原載於2006年8月《開放》雜誌。